第16章，萧宁。望着缓缓行过来的少年，萧妹几人都是止下了脚步，嬉笑的声音也是逐渐的弱了许多。萧妹身旁的几位清秀少女睁着大眼睛望着这位曾经被认为是家族荣耀的少年，小脸上的表情说不出的惋惜还是其他。萧妹顿在原地，心头有些纠结，在心底其实她也想和这位曾经让得她倾慕不已的少年畅聊，不过现实却是告诉她，两人间的差距现在是越来越大，再将心思放在一位废人身上，明显是有些不智。弯弯的叶眉轻皱了皱，旋即舒展开来。萧妹在心中有些无奈的暗道，打个招呼吧，不管如何说，他也算是自己的表哥。并不知晓萧妹心中的念头，萧炎双臂枕着后脑，意态懒散地行了过来。望着近在咫尺的萧炎，萧妹俏丽的小脸上刚欲露出笑容，可少年的举动却让那抹还未完全浮现的笑容僵在了小脸上，看上去显得有些滑稽。双臂枕着后脑，萧炎旁若无人，目不斜视的径直从几位少女身边走过，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留恋。微张着红润小嘴望着少年的背影，萧妹有些愕然，以她的容貌何时受过这种待遇？心头略微涌出一股莫名的羞怒，忍不住地喊了一声萧炎表哥。脚步微微一顿，萧炎并未转身，淡淡的语气犹如陌生人间的对话，有事？平淡生疏的语气让得萧妹一滞，呐呐地摇了摇头，没。萧炎眉间轻挑了挑，再懒得理会，摇了摇头，继续迈步前行。望着那消失在小路尽头的背影，萧妹有些愤愤地跺了跺小脚，旋即也是跟着同一条路走了上去。转过一道弯，萧炎抬头望着眼前那宽敞的房间，房间的牌匾之上会有斗技堂3个龙飞凤舞的血红大字。听着斗技堂中传出来的吆喝声，萧炎有些意外，这里平日一般都少有人来，今日怎么如此热闹？耸了耸肩，萧炎只是随意地转了转念头，便将之丢到了一边，迈步进入斗技堂。一进斗技堂，阵阵少年少女的欢呼喝彩声便是滚滚地传了过来。斗技堂中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分是存放家族斗技之所，而西部分却是一个规模不小的训练场。此时不少人头正簇拥在训练场之上，兴致勃勃地望着场中比试的二人。看萧宁表哥出手的斗之气浓度，恐怕已经有8段斗之气了吧。嘿嘿，2个月前萧宁表哥就已经进入了8段斗之气。虽然他有8段斗之气，可薰儿表妹却是9段斗之气了，看来萧宁表哥想要赢还真没什么可能。薰儿表妹加油！听着人群中传出的惊异喝声，萧炎脚步这才顿住，目光在训练场中扫视了一圈，最后饶有兴致地停在了那身着淡紫衣裙的美丽少女身上。这妮子今天怎么有闲情和人比试了？心头嘀咕了一声，萧炎在大堂东面停下了脚步，随手抽过旁边架子上的一只黑色卷轴，然后缓缓摊开。摊开后的卷轴背面上出现了几个黄色大字：黄阶中级碎石掌。悠闲地靠在书架上，萧炎一边读着这碎石掌的修炼之法，目光也偶尔瞟向战况激烈的训练场上。宽敞的大堂犹如被分割成了2个世界，西边喧哗不断，东边却是安静平和。薰儿的对手也是一名少年，不过他的年龄应该在17、18左右，模样颇为英俊，和那日所见的加列奥相差无几。少年名为萧宁，是萧家大长老的孙子，修炼天赋也是不错，年仅17便已修至8段斗之气，在家族之中也唯有薰儿能够压他一头。萧炎对这位自己的表哥没多大的印象，偶尔间见面也是生疏的打声招呼便各自离开。或许是因为其爷爷和自己父亲间那有些不和谐的气氛，萧炎总能感觉到这位表哥似乎对自己并不太满意，而又或许是因为前几年自己所表现出来的颓废的因果，所以这位表哥在3年中也没有专程来找过自己麻烦。淡淡的笑了笑，萧炎甩开脑中的回忆，继续研习着手中的碎石掌。训练场之上，薰儿犹如一只淡紫蝴蝶一般，优雅而敏捷地躲开了萧宁的迅猛攻击，精致清雅的小脸上始终保持着古井不波的平淡。小手有些无聊地卸开萧宁的一次近身攻击，
薰儿目光随意地在大堂内转了一圈，片刻后忽然猛地顿住，望着大堂东边那靠着书架埋头的少年，薰儿淡然的小脸上露出一抹清雅柔和的浅浅笑意。在少女这犹如昙花一现的清雅笑容之中，附近围观的少年都是不由得傻了过去。薰儿表妹，小心！就在薰儿略微分神之时，人群中忽然传出少年的急声。感受到身后凶猛袭来的劲气，薰儿秀眉轻挑，目光却是再度扫向书架下的少年。与此同时，萧炎也是抬起了头，望着场中忽遭偷袭的薰儿，眉头一皱，无奈地摇了摇头，目光中透露着隐晦的担心。瞧着萧炎眉宇间的那抹嗔怪与担心，薰儿俏皮地眨了眨美丽的大眼睛，然后身形突然向左小小的横踏一步，只此一步，却是有些诡异地将萧宁的攻击不偏不倚地避了开去。脚上在移动之时，薰儿如玉般娇嫩的小手涌出淡淡的金芒，犹如穿花夺叶一般，透过了萧宁双掌的封锁，最后轻飘飘地落在了萧宁胸膛之上。脚尖在青石地板轻点，薰儿曼妙地转了一个圆，化去反推的劲力，淡淡地望着那急退了10多步，最后一脚跨出训练场的萧宁。瞧着一掌击败萧宁的薰儿，训练场周围微微一静，旋即猛地响起了赞叹的喝彩声。哼，薰儿表妹不愧是家族中年轻一辈的第一人，真是越来越强了。被薰儿打落下台，萧宁却依旧满脸和煦的笑容，走上前来，微笑着柔声道。定定地望着面前那美丽如青莲的少女，萧宁眼瞳中的爱慕几乎难以掩饰。虽然名为表兄妹，不过萧宁却是知道，家族之中大多人都并未拥有近亲血统，而萧薰儿与他更是没有丝毫的血缘关系。似是没有感受到萧宁那炽热的目光，薰儿礼貌却又生疏的微微摇头，轻声道：萧宁表哥谦让了。说完，不待萧宁继续套近乎，便是对着大堂东部那埋头于卷轴中的少年笑盈盈的行去。作为大堂中的焦点，薰儿的举动自然是被所有人察觉，一双双目光顺着薰儿的路线前行，最后停留在了书架下的少年身上。对于满训练场那滚烫的目光，少年恍如未闻，依旧沉醉着自己的世界之中。